好，欢迎您回到新闻大白话的现场。今天晚上是平安夜，也祝大家平安佳节，喜乐平安。介绍这1个小时的来宾，首先是国际政治专家赖玉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以及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另外是前空军副司令张延廷将军。主持人好，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未来的战场你能想象吗？可能是无人机或者是无人载具的天下。来看看这则报道，说是中国大陆这边呢，有厂商自己爆料说，中国的官方订购了100万架注意100万架的自杀无人机。并且有但书有一个附带条件是2026年前要交货。于是你看到呢，这是美国的军事媒体就讲说，这个可能会对战场发生变化。那是不是意味着2026或者2027台海之间可能有冲突呢？所以有很多的想象空间。而另外说到无人机，最近在日本的岩国锦带桥机场就有一个美军的这个单位就发现了有无人机闯入而且是数架无人机进入机场，所以跑道就关闭了。那这几架无人机是谁让他们飞过来？怎么会跑到美军管理的禁飞区域呢？这个还要再调查，并且已经在调查中了。另外我们看到呢，白宫这个拜登政府就说，要注意一件事情。巴基斯坦现在正在研发一种长程的弹道飞弹，而且他们跟中国大陆连接。他认为这个弹道飞弹可以打到美国本土，可能有中国在背后支持。这是来自于白宫的一则消息。因为巴基斯坦必须讲他过去跟中国大陆的这个军事上面的合作也比较紧密所以白宫有这样子的联想。并且它跟印度也变成是一个类似敌对的一个国家所以呢，他们认为这个跟中国大陆脱不了关系。而美国现在是新旧政府正要交接的时刻，在我们亚洲这里，美日韩的这样子的一个同盟，是不是看起来有松动呢？主要的原因是来自于韩国，因为韩国政变。韩国的戒严令的风波，所以现在韩国到现在没有收到邀请，讲的是南韩邀请函白宫这个川普的就任典礼，他没有收到邀请函。韩国的副外长也跑到美国去访问了，说已经跟川普方面阐述戒严风波的情况。某种程度是报告说我们的国家发生这些政治上的动荡，现在的处理如何。而另外跟日本的这个联系也在进行中，南韩跟日本的外长通了电话说确认筹备邦交正常化60周年的活动这2个国家。所以你可以看到呢，这是一环扣一环。而另外呢，戒严风波还在动荡当中。现在尹锡悦拒收这个弹劾审理的文件。那南韩的宪法法院说，你拒收都没有用，这已经有送达的效令了。尹锡悦派他的这个律师出来讲话说这个前总统朴槿惠是因为被弹劾罢免才丧失了总统的身份，才接受调查。那现在尹锡悦还是总统虽然被停职，所以呢，不管是什么样的调查，都不应该由总统本人亲自到案。所以看起来尹锡悦还在斗法当中，还在僵持当中。而另外现在南韩的代总统叫做韩德洙嘛，他是过去的总理嘛，可是也面临了弹劾我们看到在野党对他发起了弹劾表决最快27号要表决，说是因为他这个对于叛乱特别起诉法还有第一夫人金建熙特别起诉法他推迟，他 delay他有一点延宕所以对他要这个发出了弹劾。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一波震荡影响到南韩的经济甚为严重，包括财政部长也很担忧说我们的经济成长明年的预测要被调低了，而且可能调到略低于潜在成长率所以大家都很忧心因为你看是外资出逃，像是韩股韩元这些通通看起来都很不乐观。在2个礼拜之内我们看到呢，包括外资净卖出超过2.5兆韩元所以有人预估韩国股市可能连续5个月都会被外资抛售。
那消费者的信心当然也不足啦。你看现在经济这么糟哦，所以南韩消费者信心出现了16年以来的最大跌幅哦，这个是自亚洲这个金融危机以来哦16年最大的跌幅。另外，我们看到呢，中国大陆呢，其实也出手来拉拢东北亚嘛。我刚刚讲了，美国的政权有一个交接的一段时间哦，所以中国大陆现在呢将恢复日本福岛的水产进口，这是日本一直不断的抛出来的议题，希望中国大陆赶快恢复他们的包括福岛的水产的进口。那现在可能有眉目了哦，所以中国大陆抛出橄榄枝吗？我们先请教玉芳委员。先讲这个无人机的问题啊，这无人机实在是一个真的是很复杂的问题。它小，然后呢，它这个非常的灵活，所以你看美国前阵出现了很多的无人机，到处都有。可是美国他们仔细的调查又认为说，并没有所谓的外国的这种敌对的力量或敌国把这个无人机这个送到美国来收集情报，并没有这样一个情形。所以你说现在这个日本出现这个问题，我也不认为是说有敌国去做这个事。你看，你刚刚讲这个，现在中国大陆打算对日本的水产要开放，那他不可能一边开放一边去做一些很容易被发现然后被摧毁的事情。这个无人机有它的某种程度逆中的效果，因为它实在是太小了。但是人家真的要逮捕你，用直升机要把你击落，或是用战斗机要把你击落，他是做得到了。那如果发现是中国大陆的这个无人机的话，那你的政策就变得非常矛盾了啦。那至于说中国的这个军方要订购100万架的自杀式的无人机，我想这是个非常大的新闻，100万架你要做什么？100万架，难想象100万架，除非你是真的准备要打一场战争，而这个战争呢迫在眉睫，因为他说2026年以前你就要完成这个交付。光这100万架的无人机，你要怎么摆放它都是一个大问题。那你要怎么用？中国大陆有可能要跟谁打仗？跟印度吗？跟跟美国吗？或是要在台湾海峡来进行这个战争呢？它总会有一个目标，才要定到这么多。当然，现在就是说，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主流的媒体有做这样一个报道或这样的证实。那中国大陆这方面更没有任何的回应了，所以我不容易这个不是那么容易评论了。但是尹锡悦这个问题是这样，我认为他下来不下来他都变成一个，他这个现在他这个位置是非常尴尬的位置啊。你已经没有办法行使总统的职权了，已经没有，连代理的总统都出现了，所以你现在就是摆在那个地方，那可是呢，你这样子问题又没有解决，悬在那里，然后执政党跟在野党在进行斗争，执政党当然希望尹锡悦赶快离开，可是他们也不敢，因为尹锡悦如果真的立刻就离开的话，对他们执政党也是个很大的一个创伤，这样。所以这个问题就是倒霉的，就是韩国。你刚才讲说经济真的是这样，第一个股市就一定会下跌，第二个有很多的外国人本来要投资在韩国投资，不是只有股市而已，可以要投资一些企业啊什么，他们不敢来了。然后你那个地方这样动荡，其实我告诉你，观光客也不太愿意去这样的一个地方，有动荡的地方。是这个就乱邦不入，围城不居嘛。你看以色列这一阵子跟这么多战争，它的观光客几乎是零啊。人家不愿意去，又有风险嘛。韩国一样，你们家里在斗争，然后我到你家里去观光，这个总是觉得怪怪的嘛，而且有不安全感嘛。所以我觉得韩国真的会进入一个相当程度漫长的一个黑暗期了，而且韩国人的个性他们没有什么妥协的精神的，他们一定要斗到底，而且他们显然都对这个总统这个大统领这个职务都充满着嫉妒，或是有很多的愤恨，所以他们都没有好下场嘛。所以尹锡悦要想安然下庄那个可能性是非常低的。尤其他以前当检察长的时候，他对朴槿惠、对其他的这个韩国的这些政要或是大商人，他的手段也是非常粗鲁的，也是把他们都送去起诉他们，送去大牢了。
所以我觉得尹锡悦在这个位置上，对他是一个痛苦，对执政党是一个痛苦，我觉得对整个南韩都是一个非常大的痛苦。是。来请教将军怎么看这个无人机的问题？那这个100万架无人机的话，因为这是美国的媒体报道，那可能它是有一些资讯，有一些消息，那如果是这个他们有这个100万架的无人机，我们可以想它用在哪个战场？如果南海呢，还用在中印边境呢，还是要东海，还是用在台海？我认为台海的几率高，因为无人机现在越来越飞得越来越远，它这无人机自杀无人机，它现在台湾海峡对无人机来看。是不会构成天险，不会构成天堑，所以它可以直接跨海过来。那100万无人机的话，这个就是饱和攻击嘛，让你这所有的雷达、所有的战机或者所有的这些高射炮防不胜防，因为太多了，10万架就已经不得了了，何况是100万架，1万架过来的话，可能都招架不住。你有多少的炮？而且，这个平面的这些我们高射炮要去打无人机哦，非常困难，因为它是个在3度空间是属于动态的，不是固定在那边，所以不太好瞄准，不太好去打。那如果这样的话，换句话说，我们可以看得出来，中共在这一方面，它的用的这个武器装备又多了一项。它除了对台湾有这个，以前大家都把聚焦在它的弹道飞弹，短程弹道对台湾的这方面的攻击。后来，这个巡弋飞弹又出来了。巡弋飞弹出来之后，现在又有这些我们讲到的这些战机所发射的这空射的空对地的这些火箭或飞弹，还有它的火箭军的火箭炮也过来了。这现在又无人机也过来，都可以对台湾。它变成我认为有3个趋势。第一个，它可以交叉重叠，现在武器装备交叉重叠配置，变成多元化。多元化之后呢，它又这个进行把这个台湾海峡的天险也克服了。第二个呢，中国大陆想要打造对台海用兵的绝对优势，因为它这样变多了，绝对有它以泰山压顶，以量取胜，让台湾在这一方面呢，面对这方面的压力会越来越大。那会为了防不胜防，防不胜防是因为数量太多了，100万架的无人机数量太多。那现在俄乌战争打了3年了，他们双方消耗的这些无人机也没有到达100万架。那这个在台海用兵如果用了100万架的话，那这个规模之大，可能空前，因为从来没有这么大的无人机的规模能够到达100万架，10万架就不得了了，就非常的，这已经达到一种饱和攻击、防不胜防了。那第3个，我认为中国大陆在这一方面，它已经走向无人化。因为无人机它是装备的损失，它这些是自杀式的无人机，它有去无回，但是没有任何人的阵亡、战损都不会有任何人战损，因为全部是无人机，通通消耗掉，然后造成这个对方的兵力上的瘫痪，还有重要的军事设施，或者是它的重要的后勤设施，都会造成这种我们讲到的这个蚂蚁雄兵式的饱和打击，会有这个状况。所以我看它按照这3个，它具有这3个特性。那我们现在来看呢，那现在我们台湾在这一方面呢，我们应该在无人机这一方面，反制的无人机，我们这一方面有怎么样？对，那是我们记得在外岛上面，我们的反制作为，可能我们的这个电磁波的强度跟还有频率，可能没有抓到中国大陆这一方面的特性，要不然可以干扰它掉到地上。因为我们看到那个表演的无人机有被干扰掉到地上，但在这一方面，我们的可能能力力有未逮，应该加紧脚步，快马加鞭，怎么样去应付无人机？我们知道那个乌克兰无人机打那个莫斯科的卡山有没有那个在金砖峰会那个大楼有，它奔驰1000公里，它从乌克兰放飞1000公里打那个莫斯科的卡山的那个金砖会议的大楼。对，而且锁定目标，锁定，然后他自己就去了，反正对乌克兰来讲，反正这无人机就过去了。对，但是对于俄罗斯来看，俄罗斯有拦截到一些，但是毕竟还有漏网之鱼。那中国大陆这100万的无人机的话，那漏网之鱼会更多，有防不胜防。这种蜂群战术、蚂蚁雄兵或者机海战术，就是类似以前的人海战术，你会没办法防范。这种泰山压顶的态势它是不但以质取胜，也以量取胜，或者说它质量并重，本小效高，那就在无人机。而且将来是无人机天下，将来坦克是没有用的，它就变成战略包袱或战略配角，甚至变成了一种战略上的一种。我们讲的投资把它通通吸收进去了，造成你没有其他钱用到反制无人机上面。所以我认为要从无人机上面的反制跟这种制作，还有战术战法来深入研究。所以我们可能要有这个
就是要计划要全盘的在考量，要挑战，对赶快要调整，要调整因为整个的战略的构想都要迅速调整。对，来老师，刚谈到无人机哈，对因为我刚好有到福州去看他们的科技园区哈，他们现在大陆各省在发展低空经济，也就是说1000米以下的这种无人机跟有人机的一个经济发展他们的发展真的是蓬勃各种各样多元化都有，不管从这个农业的、观光的、旅游的消防的监控的，甚至连这个血液的一个输送血液输送不能够去让它摇动的这种运送，还有就是无人机动车就是目前来讲已经可以搭载到3到4个人从这个城市运到那个城市。那他们现在在论证的是有人比较安全还是无人比较安全等等。也有是电动的，就是引擎就是马达的，也有是冲压式的引擎的，速度非常的快可以到亚音速的这样的一个速度，所以它的这个起飞重越来越大，然后它的载弹量越来越大，航程越来越远。目前来讲，它领先美国已经有好几代了美国追得很辛苦，到目前来看的话，美国是追不上中国大陆了，中国大陆这一次放飞他们各省来发展。然后由各省民间带动军方，军方带动民间的这样的一个发展，在无人机这个部分，它不但在商业的运用，在经济的运用，在未来军事上的应用是无可限量。我个人觉得说，台湾或是对无人机的发展，还是必须要保持高度的一个关注。是因为尤其是大陆的无人机的一个发展它适用在。其实已经不再是一个短距离的一个战场，它事实上是远距离的战场。从大陆到日本，涵盖整个日本全岛的一个战场，到整个台湾地区的战场，无人机的飞行的距离、作战半径是完全可以覆盖得了的。而且它的这个导弹的吸行量，目前来讲最大的已经可以到这个10吨左右这个已经是相当的高的一种吸行量。换言之，也就是说，它已经不亚于一般的战斗机。它的导弹的吸行量，这个是很巨大的一种起飞重我们可以看到大陆的这方面的发展，确实是让美国的军方提心吊胆，因为而且防不胜防。那另外有关于日本跟这个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有关于福岛的水产品这个部分，大陆还是坚持要除了就是跟国际的监督机构对于这个福岛的排放废水进行监测以外，它目前来讲还是要求日本。要允许中国的独立监察机构去取样，那一旦是取样的符合科学标准的就开放，所以我估计可能有若干的符合科学标准的没有污染的地区，也就是说福岛比较远的一些地区，很有可能那些水产品就会开放。但是在福岛比较近的这些地区，取样没有完成之前，那我想开放的可能性还不大。目前这是中日之间。还在磋商的一个空间。对于日本来讲，如果能够全面性的开放，当然是好事情。但是日本必须要满足中国大陆的一个要求，就是让中国大陆能够独立的去采样，而不是完全要你遵守你日本的指示来采样。因为遵守你日本的指示来采样，这个就没有道理了嘛。所以看日本愿不愿意，日本愿意的话，我想这个问题就可以解了。是我们刚刚提到无人机可以知道呢，未来不管是战场，不管是我们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都被 AI、被科技的改变。来彻底的这个颠覆了，所以你看到马斯克就非常重要，因为他做了很多这个科技相关的事情。现在他又跟川普搭上线，于是在美国很多人都说他在干政，动机不单纯。我们今天就要问了，马斯克到底想做什么？只是赚钱吗？还是篡位？还是他有更大的野心？我们先来看看呢，他旗下有一家新公司叫做 XAI 已经集资60亿美元那公司现在被估值超过400亿美元。他要做什么呢？他成立才16个月，市值已经翻2倍了。那当然很多人会去投资嘛，觉得说他跟川普又好关系很好。那 AI 这个相关的产业又是明日之星。可是不止他自己的公司或者商业上的成就，他其实还肩负了效率部部长这样子的一个职务。未来他到底要做什么？是砍人吗？包括我们看到他已经开口讲了，这个 FED 员工过多，联准会
你太多冗员了，我要大砍特砍呐、包括川普自己也讲啦，说联准会的主席鲍尔，你占了一个大爽缺啊，我们就去查了一下他的月薪有多少，其实也不多啦。你以美国来讲，他月薪是54.6万台币合台币是这样子，其实也没有非常多，可是很明显的可以看这两个人对他都不爽所以要大砍特砍啊，包括换人啦，或者把里面的一些员工给开除啊。可是我们看到呢，最近其实美债很不妙，大家知道美国的国债啊，不断的一直往上堆叠曾经在川普时代还让这个整个政府 shut down。所以呢，我们现在要看到呢 ，FED 启动降息殖利率，可是却飙了超过75个基点，这是1989年以来首见所以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可能是因为新政府的新政策的不确定性，所以外界开始担心2025年，也就是明年可能会出现更多相同的情况。那外界啦包括这个美债的意外再破底呀都让很多投资人或是一般民众很担心高盛就预测美国政府有没有可能再关门呢？他说不要太乐观，可能后面还有更大的挑战川普预计通过提高债务限额再把债务限额给拉高希望可以免于财政部可能面临债务违约的严重后果。可是你也是把问题藏起来而已呀，你也没有根本的去解决它呀。川普撂了很多话，包括有2个地方他想拿下，第一个就是北极圈里面的格陵兰。观众朋友，川普直接讲啦，我要并购格陵兰并且要提名PayPal 的共同创办人来作为驻丹麦大使。因为格陵兰它是一个自治区，可是它属于丹麦它的宗主国是丹麦所以他要这么做。那你要去买格陵兰，人家不卖啊这个总理说我们不卖，怎么可能？这是我们长久奋斗而来的自由，怎么可能让你并购呢？丹麦也拒绝啊。可是为什么川普要这么做呢？除了北极这个地方可能有很多战略的上面的意义啊跟经济上面的利益之外，他还觊觎一个地方——巴拿马运河。他已经讲了好几次他说你这个运河收费很高啦那我们呢要拿回这个运河的控制权。那其实呢他表面上是这样讲，骨子里可能对于中国日益掌控运河表达不满，这是来自于巴拿马总统部前部长的一个说法。中国外交部的发言人毛宁也有一个这个回应，他说中国将一如既往尊重巴拿马对运河的主权承认运河为永久中立的国际通行水道。到底这个巴拿马运河有多重要？因为对美国来说是重中之重，它每年大概有40%的美国的船只要通过这里在2021年所有通过的运河船只中，超过73%要往返美国的港口，所以他想拿下这里呀。包括运河掀起了区域口角，格陵兰也一样所以你可以看到他抛出这么多的想法，看起来有人笑他缺乏现实的依据，可是貌似恶搞的背后，搞不好他有很多战略思维最后会不会被他拿下，如他所愿，谁都不敢讲。来，我们先请教赖老师。首先我们觉得 AI 是一个趋势AI 之前有过很长的一段论证，有些人认为它没有未来，有些人认为它有未来。那现在证明 AI 是有未来的我们看到美国的大软体公司，好像微软吧，它一下子一个订单买了50万颗这个对英伟达来讲实在是赚翻了因为全世界都知道这个 AI。我们也看到前段时间我也讲一下，我有苦要讲因为有一个不孝的业者，他就用 AI 来伪造我，然后去卖一个产品，我也不讲他什么产品，诈骗，然后伪造我的人像、口音、声音都很像，那可是好朋友一听怪怪的，好像有一点点差别，可是一般人跟我不熟的，他以为就是我在卖那些产品，我没有卖过任何产品啊。结果他就在网络，而且还变成热搜，而且还变成很随便都可以点到的一个产品，一堆朋友就一直寄给我，而且还查不到他的 IP 的网址在哪里。去报案了没？报了没用啊。你以为在台湾报案有用吗？
我讲的是说在网络上是啊，你去检举什么都没有用。好，我要讲这意思，也就是说，你看 AI 已经被用在多少地方？有人拿来写论文，有人拿来画画，有人拿来做创作的东西。那大陆把 AI 更多用在工业制程这个部分，美国把 AI 用在服务的这个领域里面。我们看到我们的语音电话，我们的很多的服务电话，其实都是 AI 在帮我们的，帮我们做回答哦。对，所以它的使用力实在是太强了。那这也可以看出黄仁勋他的眼界、他的眼光之长远，而且他可以吃那么多苦，然后忍那么多年，然后今天有这么丰硕的果实。好 ，AI 已经成为一个趋势。马斯克当然也看到这是一个未来的一个趋势，而且要赶快下足马力去走。目前来讲 ，AI 里面美国是领先的，它在全球里面它是站在领导者的地位。而当它越有丰厚的利润的时候，这些资本家一直往内部涌进来的时候，在美国的 AI 它就会越强大，它就可以一直维持一个相当高度的领先。那你其他的国家要追美国，就会追得非常的辛苦。我想这是一个资本市场取向嘛，所以我个人觉得马斯克的眼光在这个部分里面，他是下手是很快的。这笔生意看起来还是不错的。不过我觉得对美国政府的这个在台高筑，坦白说大家都有隐忧，不但是美国人有隐忧，还有就是世界各国买美国政府公债的国家，其实谁没有隐忧？而且很多的企业界老板，他手上有美元的，他内心里面都充满了忐忑不安。为什么？因为都害怕哪一天美国政府撑不住了，崩解下来，那该怎么办啊？所以我觉得，美国作为一个世界的一个主要领导国啊，我觉得他还是要负点责任啊，不能够这样一直印钞票，一直印钞票。尤其拜登政府实在是最要不得。我们现在要看的就是说，川普能不能按照他自己的承诺，把他的政府的开支把它紧缩，也就是说走向这种比较小的政府的一个状态。我觉得如果川普能够做到这一点，这个是对美国的一个重要的贡献。也就是说，把美国的债务把它平衡过来啊。如果能够像克林顿那样时代，克林顿总统时代，其实他最大的经济成就就是在于那时候的网络经济政治开始。所以美国的在这个部分里面，他让他的整个经济赚了很多的钱，把他的原本可能要破产的政府把它救回来。现在看看川普能不能做得到。如果川普能做到，这个不但对美国是大功一件，对全世界也是大功一件嘛。另外，巴拿马运河，川普要把它占领，梦想。现在什么时代了？你还想用武力的方法来占领？过去是你美国人控制没有错，可是，在1999年的时候，你把你的军队都撤走了。1977年的时候，你已经签了这个巴拿马运河协议，总不能够翻脸不认账，无视于任何国际法、国际条约，侵犯一个国家主权到这个地步。如果你真的敢这样干的话，那按照瓦格纳所说的，他也要把阿拉斯加夺回啊。是，不只是阿拉斯加，格陵兰他都讲了要并购啊，人家不卖啊。是啊，来，地方委员，格陵兰哦，其实美国不是现在想拿回来而已。我调一下资料看，1867年，当时的美国国务卿西华德，换成中文，他就是要把它买回来，但是国会反对哦。到了1946年呢，美国干脆出价1亿美金，1946亿还蛮大的，1946，要跟丹麦买，但是呢，丹麦拒绝了。2019年川普提过一次，现在川普又在提，他要买。现在是这样，为什么格陵兰这么重要？当然，它的面积你说是不是很大？216万平方公里，216万，还有大概6000多平方公里，很大。那所以它以前它80%都是被冰雪所覆盖，看起来不重要了。所以很多人觉得那个就是一大块冰嘛，就这样而已。地球暖化，对，各位想想看，它那个稀土的矿产是全世界最大的，对。然后它的那个石油大概有多少吨呢？大概有500亿桶石油的蕴藏量，500亿桶那还有天然气所以它这个地球暖化以后呢？它现在慢慢的，它本来只有靠南边地方长一些草，现在慢慢草越长越多，开始种一些蔬菜什么。地球暖化在格陵兰是非常明显的，所以美国其实在那边有一个军事基地，那所以对他来讲，这个战略地位很重要，矿产尤其稀土那样子的多，他当然觉得我买就把它买了，因为很重要，最主要是人口，它人口非常少。
56583人，主要因纽特人，所以主要还是要看丹麦。那丹麦作为一个民主国家，你敢随便卖掉一个土地，你的人民不会讲话吗？不太可能。这外交、国防还有主要财政，还是要看丹麦的嘛，所以不太可能。至于说巴拿马运河美国人其实也是认为它太重要了它总比去到底下去绕智利这样到亚洲来方便多了嘛。可是这个有一个问题其实巴拿马一直对美国是很有意见的，所以他们一直认为说你要把运河区要还给我，运河的管理你要还给我。在1970，我看大概哪一年？我看一下资料，1964年1月9号发生暴动，巴拿马人死了20个人，美军死了5个，因为美军在运河区有驻扎嘛。所以巴拿马是非常愤恨的，因为当然后来有签约签约呢，但是巴拿马运河本身还是不还给你，他要自己要管理。所以这个东西是闹得非常不愉快。后来是1989年 Noriega 巴拿马的这个他们所谓的独裁者出现了，美国派军队把 Noriega 抓走，名义上是说你这个是一个暴政，你是个独裁政权，你还贩毒，讲了他一大堆，对不对？主要原因是因为 Noriega 认为我要收回运河的管理，你如果不让我收回，我就干脆把运河给破坏。美国吓一跳，找个理由把他给抓了。这一搞，巴拿马当然是更火大了。那你现在已经1999年嘛，12月底的时候，巴拿马已经正式接管运河了嘛？你说你川普很凶悍，你说你美国很强大，刚刚约先讲了，你现在是民主政治时代你难道要派军队去？你把人家总统逮了，现在你要再派军队去，再把现在的总统再逮吗？不太可能。但是你也可以看得出美国在这个世界有这么多人对他不愉快，不是没有原因的。你要强买人家的土地，而且巴拿马运河这个问题已经解决了，你要重新要把威胁要收回来，这个东西都会让人家觉得美国人这种做法是很反感了。对，就反感，让人家觉得很反感。我补充一下，我们长荣在那边投资很多是2016年蔡英文还去对，那时候运河这个扩宽，长荣去那边投资好几个亿。我还记得那个新闻很大，主要是李嘉诚是因为后来他们公开招标嘛，运河收回来以前他就公开招标。和记黄埔，对，和记黄埔，他把它标下来了。是，其实他是在运河的两端的货柜的码头，他把它标下来。是，所以有人故意扭曲说中国大陆已经控制了运河，那个坦白讲是污蔑了。就李嘉诚家族的和记黄埔来，我认为川普他有打假球，但是他也要打真球。他有把加拿大并为他第51州，加拿大人口4100万，这是假球，因为加拿大还包括魁北克，还包括法属的，那很复杂的啦，人口又那么多，又是7大先进工业国家，那他要并这个把那个巴拿马吃下来，这个也是假球。真正的我看的就是格陵兰。因为格陵兰216万平方公里是我们讲60个台湾36000嘛，60个台湾大，人口才6万。那他不是要去把格陵兰买下来？我认为他把丹麦并起来丹麦，因为丹麦丹麦42000平方公里，他怎么并啊？丹麦总共才600万人。今天美国要吃你就吃你了。你要不要并进来？那这叫出兵吗？那不用出兵啦。那丹麦也好，因为这个小国寡民，一看能够并到美国好像蛮赚到的真的吗？用美国保护但是美国的这科技力量这个格陵兰最南边从北纬60度开始，中国大陆的漠河北纬53度，那格陵兰从60度起跳，所以是冰天雪地。比北大荒还要北大荒一直拉到北极圈到北纬85度，已经接近到北极，就到正北极了，是这个状况所以他看这个地方那美国的科技、美国的财力美国也需要这个地方够大，那么大的60个台湾大，只有6万人不到，那当然嘛，那不要去从那个地方买。从丹麦着手才600万人，从丹麦着手，那个川普他这个有钱有势，他动脑筋，所以我认为加拿大打假球，巴拿马打假球，格陵兰可能就要玩真的了，因为他的脑袋这个是他那个政绩所以我认为丹麦要小心一点，对，现在是 Christmas 丹麦，对，丹麦要小心一点，对，这个北极圈的这个圣诞老，对，这样跟欧盟为对抗，他走间接路线，不要直接买格陵兰，走间接路线把丹麦搞定，
格陵兰就拿到了。不过我觉得将军的说法是很有创意的，可是要实际执行，可能他吃川普的豆腐了。对，哦，这个是有一点这个话中有话哦，大家可以好好的想一想，反正大家都可以发挥创意嘛，川普都可以了哦，将军当然也可以啊。好，我们再来看看呢，包括这个中国大陆现在崛起的速度变慢，那当然就是美国希望它跑慢一点，不要这个奋起这么快。那这个拜登要临去秋波，他祭出了301调查，什么东西呢？美国发动301调查，发动什么呢？对于中国大陆的成熟制程，大家看一下，成熟制程的半导体发动301调查，因为它现在成熟的制程，它大量的做，这个市占率也越来越高，所以我就说，我要对你发动301调查哦。那这个是否对于这些晶片课征更高的关税？我把这个选择题留给川普这个丢给川普来做选择。我们看到这些晶片所谓这个中国制的成熟的这个制程的半导体都用在哪里？主要是在汽车、洗衣机，还有电信设备等日常的用品。那如果真的要征更多的关税，那当然大家都会有伤有各个商人也会受伤。那另外，美国对中国晶片这个展开301的调查，中国大陆有反应他说坚决捍卫自身的权益。中国是不是已经有做好了一些心理准备呢？包括你看到呢，他担心战火蔓延开来，所以将由先进制程扩展成成熟制程，所以他已经其实某种程度已经做了一些沙盘的推演了，兵来将挡。包括我们看到呢，美国政府不断的补贴继这个 Intel 之后呢，它也向三星，这是韩国的企业，还有德州仪器提供67.5亿元的补助就中国补贴，我们也补贴那另外呢，看到英国的媒体《金融时报》就讲，中国大陆加速晶片自给自足所以美国企业也面对关键的矿产的禁令毫无招架之力。我们看到呢，中国大陆就祭出了一些关键的这个矿产就说我要把这个禁令给使出来然后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武器。那包括稀土那先是与他国合作不如意，再来美国企业起步也很缓慢。有一家原本承诺将满足美国每年对于钾和锗80%需求的新制炼厂，还没有进一步的进展。另外，我们再来看看呢，未来汽车包括电动车的产业的前景这个大家都在争夺这一块这个产业。那日本人，我们看到呢，几大企业包括本田、日产跟三菱现在要合并他们有一个计划所以全球汽车市场现在看起来会重新洗牌吗？可是电动车的巨头，我们必须讲这个中国大陆还是遥遥领先，所以呢，现在特斯拉还有中国大陆这个应该算是2大巨头各自在对抗。英国考虑引进中国大陆电动车及技术吗？这是英国媒体的报道。钱大臣说来鼓励因为中国大陆的技术很好。那我们也可以看到，业者就预估了2035年全球前10大车的企业半数还在中国，所以这个部分呢，中国大陆其实蛮有信心的。他们认为呢，其他的国家你现在要在电动车这一块追赶中国大陆，恐怕很难。川普的就职典礼会有很多企业家来，我们看到包括汽车工业的福特、通用，现在也加入巴结的行列不仅是人会到，还会捐款据说100万美金起跳，包括他们的车队，因为他们就是卖车的嘛，我就把车队捐给你。我们请教这个赖老师，我觉得拜登政府这样不厚道了因为马上要下台了。一般来讲，看守政府不要做太多的变动他自己本身拨了500多亿美元给半导体的业者做补贴所以台积电过去了，三星也过去了，Intel 也都拿到一些补贴然后却指控中国大陆给半导体业者做补贴，所以要对于这个大陆的半导体业者祭出这个301的法案。这个自己做可以，别人做就不行这个就是美国，你也对他无可奈何。为什么？因为301法案是一个完全的国内法那美国为什么可以对你制裁？他的方法就是因为我是一个大市场嘛，那我是一个大市场，你东西要卖到我这里来，我就制裁你。那制裁你怎么制裁呢？关税。本来在1月1号，就下个月开始1月1号，美国对大陆的半导体的晶片
啊，它已经税增加到25%了。那现在说要增加到50%，但是问题就是我为什么会说戴奇他们不厚道，是因为这个调查短6个月，长1年。那换言之，也就是说，这是6个月到1年之后的事情嘛？那你怎么现在来帮这个川普做决定呢？你现在开始启动调查了，然后你卸任了，那川普时代的时候，调查的结果到底怎么样？川普买不买单？那如果川普不买单，你就透过你的民主党的议员在国会里面攻击川普，说你舔中，啊，然后你出卖美国利益。那川普如果买单的话，那等于是川普个人没有独立自主的决策权，完全按照你拜登所留下来的框架，说我只能够在你的鸟笼政治里面来活动，这个很不厚道啊。但是问题就在于他已经做了，可是问题是在于大陆并不是一个小国任你宰割，就这样啊。很多国家就是我也没办法啊，反正美国要怎么对我，我也一点办法都没有，不然他就把我杀了，要不就把我的领袖透过一些国际媒体的宣传说我是独裁者，我是怎么样，然后就把我抓去杀了。但是问题就在于中国大陆不是啊，中国大陆是跟美国，如果以平准购买力来讲，大陆已经超过美国了。平准购买力哦，就是说同一颗鸡蛋同样的价钱的这种角度来看的话，大陆的经济的总量已经超过美国的总量。那到一个总量比你美国总量大的一个国家，你要制裁它，它怎么会没有手段来反制裁你呢？所以您会看到的嘉泽等这些有关于半导体这些，尤其它是半导体最重要的原料。现在美国的焦虑在哪里？就在于它的存货快用完了。对，原本企业都会有存货嘛，可是它存货用完了以后怎么办？那第一个买不到，第二个买到的话变贵了。然后你的成本就往上升高了，这个就是一个必然会发生的情况了嘛。那目前为止，美国没有解。可是你知道大陆现在的发展策略，我们在台湾所有的分析里面都在看说它的先进制程，然后在嘲笑说啊，华为的这个 Mate 70，它的这个晶片啊是7奈米的，这个我们台积电在5年前早就做出来了，它还落后我们5年。可是问题是在于，观众朋友，先进制程就是3奈米、5奈米的，它的使用率不多就是在手机主要嘛，比较精密的。可是成熟制程的大晶片，就是用在你刚刚讲的家电啦、汽车啦，还有我们的所有的网络公司里面，还有云端的里面的所有的晶片，还有云端的运算，全部都是用这一些成熟制程的。而中国大陆它主攻成熟制程，如果成熟制程的都被打败了，例如说我们我们的联电，如果我们的联电、我们的成熟制程的公司都被打败了，那怎么办？就很糟糕啊。那其实先进制程的钱、研发费用，难道不是从成熟制程来的吗？是啊，是啊。所以你看，美国现在才祭出这样子的来得不及了的一个武器啊！来，慢了，我们进一下广告。好，我们请教育方委员怎么看包括未来美中关系的这个竞合，很难啊，因为美国人整个来讲他们有很长一段时间，其实他们是多边主义，然后呢，他们也有理想主义，所以对于一些的国家呢，他们会比较的温和协助这个很多弱小的这些国家。那像美国，他们现在有一种觉得很委屈啊，支持川普的很多人觉得很委屈。我们美国人就是太善良了，所以到处被人家占便宜。移民从墨西哥来的移民不断的来，然后北约这些国家，你看我们派兵去保护他们，他们还这个自己的国防经费那么低，也不愿意多分担啊。日本也是一样啊，所以这个美国他们就觉得他们委屈，所以川普会应运而生的原因是，美国人觉得全世界都欠我美国，我们美国人不欠你们，是你们欠我们，所以他们就这样。第二个人，美国人坦白讲是非常英雄主义啊，他们认为他们就是上帝心目中的那个国家所选定的那个国家，所以他们理当领导这个世界。任何人要挑战美国的这种领导权，
这个国家都应该被狠狠的整，不是只有在军事上面的威胁哦，经济方面，你说半导体，日本，你问日本当时半导体他们做得多好，是被美国揍下去，你问法国，是不是也有相同这样一个境况？所以美国跟中国大陆的关系的要改善我觉得非常难。你看，川普当时提高关税对付中国大陆的时候，拜登不太赞成呢。拜登上去以后，在他关税上面只有增加没有减少，还有更多的限制，对中国大陆的惩罚都出来了。那你现在川普又回来了，这祖师爷又回来了，你认为他要放松啊？他不会，因为他选举的时候讲的太多，说我只要增加关税就行了，我对美国的企业、一般百姓我可以减税。因为我们只要增加关税，就足以让我们的财政收支可以平衡。可是事实上，2023年白宫自己公布的关税占美国的税收只有2%。大部分的美国税收从哪来？个人的所得税、公司的税、公司税这样子构成的。所以你现在说这些企业要减税，然后你要靠关税，那个2%给你增加到5倍10%。美国财政还是也没用，也没有用，对，所以但是呢，他要做这个动作，来表示他很努力在做。是，那这里最大的目标就是他认为，川普认为赚美国最多钱的中国大陆。是，所以我觉得美国跟中国大陆光是一个贸易这个问题上面就解决不了，何况他的英雄主义就是全世界都是我美国领导了，所以亚太地区是你中国大陆你要冒起来，我就要揍你，就要踩下去。对，所以很难非常难。所以未来就是无解了，无解。我们进一下广告。最后时间留给将军。这个中美的晶片大战呢，这个开打会造成美国的晶片通膨，因为它限制了中国大陆成熟制成的晶片到美国。那美国那些包含汽车，一个普通的汽车大概要500个片晶片，那现在的新能源车要1000片，你的结果成熟制成的晶片你缺了，你这个车做不出来，你缺的是晶片，变成晶片通膨。那除了这个之外，还包括家电产品、工具机，甚至我们那个剃头的那个剃头刀也有晶片呢，也有晶片，也有晶片，比如扫地机器人，对，扫地机器人都是，你那个都贵了，为什么？因为你限制了，限制之后它不够，这个晶片那通货膨胀就会上升，那还包括了我们讲的医疗器材，那都涨价了，对，那涨价的话变成这个上架之后啊，这个违反了经济学上的比较利益法则，经济学比较利益法则，我便宜的东西我卖给你。你便宜东西你卖给我，我们两个都互利，对不对？你便宜嘛，那我这样我也得利啊，是这样。结果你把它限制住了，那结果你造成物价上涨，物价上涨之后呢，会造成投资紧缩。你为了物价上涨，好，物价上涨就是通膨，打通膨你要维持强势货币，维持强势货币你一定要提高利率，一提高利率，投资收缩，这个手就缩进去了。